夜市王主委们来报道，爆笑爱恨情仇讲不完。虽然是冠亚军，但是我们就跟亲兄弟一样。你不是有呛他吗？不是因为靠你们的炸物，怎么能凸显他柠檬汁的清爽？听说你这个反指标蛮厉害，总决赛的时候你喜欢哪个夜市？这种夜市口味很合我的胃口，我就 OK 啊。不好意思啊。主委自傲商圈人气，意外泄露摊商秘密。我们商场是全省第1名的，全省来客数。我来的时候，很多人交代我不要讲话。那个3000块一天营业额，现在可以收到3万了。我觉得你真的讲太多了。欢迎收看《女王大人》。晚安，你们好。陈哥，怎么样，八妹？你这个星期六晚上有没有？没有。我是问你有都没有。哎，我都还没有跟你说要干嘛哎。说要找我帮什么忙，对吧？没有，要你帮忙。哦。我只是想约你周末一起去逛夜市。哎呦。Sounds good。Sounds good。你想逛哪个夜市啊？哦，通化街。我都想好了。我们下午5点第一站，先去南机场夜市吃古早味鸡排哦。南机场夜市很多美食哎。再来到乐华夜市吃臭豆腐，那是我小时候的生活圈。接下来马上搭上高铁，8点直奔台中一中商圈吃一口蚵仔煎。8点去台中。再来晚上10点杀到台南花园夜市，挑战超大厚切板腱牛排。10点还去台南？还没结束哦。再到大东东夜市吃拔丝地瓜收尾，要吃那么多？之后再去搭客运，在车上睡个几个小时，隔天直冲花莲东大门夜市，再来一杯酸甜清爽的柠檬汁解解渴，最后再北上绕回宁夏夜市。来，可以了，我吃你个头嘞！不就是个逛个夜市吗？把吃成环岛的行程干嘛？你疯了？你有业绩压力是吧？还不都是因为未来播出的《夜市王》太好看了。哎呦，北中南东各个夜市的美食都让我看得口水直流。抓之路啊，他之路，他接业配。你为什么不抓未来？是他们的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啊。既然你要陪我去了，我一定要吃个过瘾啊！你就全家大小一起去嘛，找我去干嘛？哎呦，我当然是打算带老公小孩一起去啦。但是透过夜市王的介绍之后，这些美食这么夯，没有排队，我根本吃不到。所以我才想说，带你去，靠你来刷个脸，开个 VIP 的通道，这样我才来得及把美食都吃完嘛。这么荒谬的要求，我是不会答应你的。陈哥。真要想吃遍各大夜市的美食，也不是没有办法哦。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台湾7大夜市的主委理事们，来到我们的现场。你跟他们套好交情，可能还比较快一点。谢谢陈哥。也邀请他们来分享一下这次参加未来夜市王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哪些让他们意想不到的酸甜苦辣。太棒了！来，欢迎他们出场。介绍第一位，这东大门夜市的主委黄家平。欢迎主委。欢迎一中商圈的主委陈信之。一中商圈。欢迎宁夏夜市的理事长林定伟。欢迎理事长。还有伟哥。欢迎南机场夜市的会长林都清。欢迎大东东夜市的主委梁玉琪。欢迎花园夜市的高级工读生花花小编。最后欢迎乐华夜市的副总干事林胜正先生。太可爱了！欢迎，哎呦不得了啊！这一个一个的都是这次呢，造就我们未来夜市王这个节目有这么好的一个回响，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收视，是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呢茶余饭后一个很好讨论的话题。要谢谢这些人呢，你们这次的尽心热情的帮忙，谢谢你，真的，谢谢。听说一次在棚内录影都是10几个小时起跳的。他们录影时间很长。这个比赛听说办得非常的盛大，而且最后的总决赛办在高雄啊。对，在梦时代。在里面特别的就是这个小编，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好像你看
你好像他孙子，你知道吗还？真的阿公吗？阿公的概念。哦，花园夜市还有工读生呐。对。为什么叫做高级？还有不高级的啊？对，就是我们有低级工读生吗？做的事情非常的广泛。广泛。对。怎么说？一个小编不就在电脑发文？没有啊，我们下雨天还要清水沟呢。就是没人的时候就什么都要做啊。花园你们花园夜市的小编要清水沟？你不知道，所以才就高级的，看起来很高级，但是是做工读生的工作啊。哦，就校长兼撞钟的意思。对。南机场夜市这次能够拼到最后，变成第2名。对。心有不甘吗？哦，没有，很高兴，真的，你连笑起来都不快乐，真的很开心。千里迢迢呢，台北杀到高雄呢，拿第2名很可惜啊。不是在拼冠军，是在拼把我们南机场夜市的美食在高雄可以完美的呈现。其实这个有难度啊。对不对？高雄的朋友，南台湾的朋友，要上来台北逛了几个夜市，第1名的应该就是士林啦，士林街夜市啊，劳合夜市啊，宁夏夜市啊，这怎么样都不会想到那南机场，对不对？但能拼到最后第2名，冠亚军已经很精彩了。对。一松商圈应该不到20年，对，差不多快20年，快20年了。对。宁夏夜市我们后来去那边出外景好几次了，我想你应该也知道。有，可是我们侧面了解，宁夏夜市听说现在是在全台湾几乎是第1个把做到所谓地下污水处理啊、什么排烟处理的，然后全区禁烟的一个夜市。没错啦，因为我们过去的历史曾经有一段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没做好，导致我们周遭包括学校、商圈、店家都受到影响抗议，所以我们特别做一个改造以后才。从谷底翻身，哎呦，说得好，是这样子。大东夜市还不够，还要在大东，很像某种节奏哎，大东，好，可以了。在疫情之前，我知道整个台南哦，一个礼拜7天就是大五花。这是口诀，是，对不对？没记错吧？没有。哦，大东夜市、武圣夜市跟那个花园夜市。对，你很专业，对。开玩笑，你专业，超级专业。好，另外这一位是东大门夜市，就是这次的冠军。哎呦，为什么要叫小助手啊？没有，因为想说那个摊商啦，去比赛的他们才是主角。我们管委会倒只是说，替他们去帮他们需要什么东西，然后跑腿。你就是花莲东大门夜市的这个高级工读生。高级工读生。他们本身也是一起哦，很有名的那个柠檬汁的摊商。是其实我们夜市是最年轻的啦，整个东大门夜市成型大概在10年、11年。差不多。这个最后这一位跟我的关系应该是最深的。热华夜市是因为我住在靠近新生路嘛，大成一包这边，所以每个礼拜我妈一定带我们走路走到那边热华夜市，对，从小小的大概30-40摊，到后来现在呢100-200摊，现在397摊，有397啊，哇塞，多，你看多可怕！而且那个副总干事在第1集里面还有说，我很想听他用他自己的语气讲，所有的美食，大部分。全部都是由我热华夜市出品的。哎呀，对有自信呢。这次的未来夜市王呢，因为大家的参与办得非常的好，我们就只有这个问题非常想知道。夜市王参赛背后的酸甜苦辣，这些是真的令人很难忘。在比赛中间有一些情绪的。纠结纠结。既然是比赛，总是有输赢的。好，那我们派出的选手，当然是我们夜市也算是，不能说顶尖的，也是数一数二的。好不容易他们参加了哈，那可能他就一些没有人想输，对，就一些因素可能。他比较紧张，像我现在没上过节目啊，没上过比赛。你现在紧张是吧？非常紧张，我心跳很快。继续回答他就好了。结果会不会让他更紧张？就像打拳击一样，对。所以它本身其实它本身产品啊，所以这力道还可以。可以再加强一下。等一下我会给你收回。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它。本身产品是强的，可是它临场反应或是现场难免，对，难免就会有失常，会失常。那我印象中最深刻，其实
所有比赛，其实每项都有信心呐，尤其是2项，就是我们蚵仔煎呐。黄仁勋蚵仔煎吗？对啊，我们黄仁勋都来吃过了哈，就因为可能就是正好我讲的原因，让他表现的可能不是很好。另外，一个大人物也背书过的是我们的章鱼烧，他也曾经上过陈哥的节目哦。对啊，你看陈哥都背书可能真的也是表现比较那个失常导致我们最后一场被淘汰，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纠结啊。就是说我们请他们参赛，就因为这个元素，让他们有个挫折感在那边，是不是会影响他日后做生意什么？所以他后来在宁夏夜市摆摊的时候都了无生趣的感觉吗？以泪洗面，就每天都是有点失落感啊，因为我们失落难免嘛。对啊，总是有人会说是不是就是因为你我们宁夏夜市被淘汰？你有这种压力？他有这种心态，就纠结，所以他比赛输了，我马上每天去安慰他一下，希望他能够不要那么在意走出阴霾的。我们的大东东的梁主委很像也现场落泪，激动落泪过。不甘心吗？其实是这样啊，因为我是高雄人，但我在台南服务。那时候就是跟摊商们，就是因为一大早就要露营。那刚好我们这次选的摊商，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大概都是60、70岁以上，好辛苦刚好都是年比较大的长辈。那我就是会去高铁站嘛，就等他们，然后大家就会看到他们，约要上去比赛，他们也不放心说食材给制作单位这样子保管，他们觉得自己带比较放心，他们对他们食材很要求，很合理。那就是坐到台北车站之后，因为说实在我也是南部长大，很少上来台北，台北车站就真的很大。对，然后也真的不知道怎么走，然后大家就台北人就走很快，我又跟不上，我要找人问，然后就很快就走掉，你知道吗？也不是说台湾人冷漠，就是真的走很快，我又找不到人家问。没错。对，然后不是冷漠，是走太快。对，就走太快，我又追不上，因为我又帮他们扛大包小包的。那我都觉得还好，我后来就他们在上车，我就觉得好辛苦哦，他们干嘛这样子？他们生意本来就很好。后来到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很有信心，我甚至连包厢都订好了，想说我们要晋级复赛了，就是我们如果庆祝的包厢，对，庆祝的包厢我都订好了这样子。结果因为我们第一集也得到名次也蛮不错的，就是晋级几率复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按照那个赛制来讲嘛。然后结果就后面就是因为那个盘子的关系，可能就是因为酱汁盘子是平的，那我们的那个菜家，我们的那个摊商的老板呢，习惯把酱汁弄在盘子的底部，它是有个凹槽的，但是换成一个平底，变成说酱汁没有办法弄到那个臭豆腐里面，结果我们的曾志伟先生就没有吃到这样子，就是在找奇怪怎么都没有弄到酱汁，流掉了。对，所以其他2位评审给我们中间的名次，但就曾志伟先生可能因为没有吃到酱汁，没有入味。所以他给我们最后1名。我们现在就叫他来吃。没关系，我们已经和解了，那我们和解。他们总决赛我有拿，因为我们有去，我拿现场给他吃，他跟他女儿都说很好吃，跟宝仪姐都觉得很好吃。他那个餐具为什么不是自己准备的？为什么是用制作单位？可能就是制作单位有一些赞助厂商或是等等的，就是有提供餐盘这样子。那时候我也蛮自责，我也没发现啊。那后来下来的时候，其实我都还好，我觉得就是比赛，我就真的觉得像阿伟理事长讲的，就是很可惜，想说我后面那么强的摊商。要上去比，结果没比到。那其实那时候情绪我都还好，结果是制作单位说，朱伟你怎么没有晋级？我好难过，因为大家都有点感情，因为他们都是下来拜访我们的。这时候我都觉得还好，就还好，我真的都觉得还好，我没有，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坚强就对了。我觉得我很坚强了，我很坚强。然后结果他们下来的时候，蔡家的那个老板娘她就过来，她就是这样低头说小梁拍谁啦？是阮无效，是阮两个老的无效，甲互大公公见笑啊安尼。然后我听到我就觉得，一大早然后出来，然后说真的，他当我爸妈都够，然后一大早这样扛，他们生意本来就很好，他没有必要这样做到这个样子。他就是想要替我们大东东，因为我们是新的夜市，我们是前年我才接手，然后所以他要替我们打知名度。然后他就做成这样，然后还讲这种话，然后讲完之后，他又跑去跟她老公，就是他们2个就蹲在那边默默收拾他的东西。
然后就蹲在那边，我就觉得很落寞。我想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然后会讲这种话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报销的钱还是要付。然后我就觉得很心疼啊，就说弄成这个样子，然后就是反而是。他们觉得很抱歉，但是他们没有必要这样，他们能出来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钱也没赚到，也没摆摊。那一天又礼拜一，我们有摆摊，他又没有赚到钱，然后又上来又没有那个通告费，就是有赞助我们车租在那个车马，但是没有通告费。我觉得已经挺成这个样子了，然后还要说他们第9名，啊，我又不敢跟他们说他们最后1名，我只能说啊就没晋级这个样子，可能比较可惜，评审这个口味比较不喜欢啊，他又跟我说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心疼他们。但他们这个摊商有因为这个节目，后来很多人慕名而其实，在播出之前他们就要等了，但是不会到排队，可能排一点点。那播出之后，就是到现在都每天都排，然后排到其他摊商的那个排队动线去。哦，这样很棒啊，这个效果。那老板娘也是跟我开玩笑，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台湾人情，我觉得温暖的地方。就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啊，租一集要行扣啊，这样子，就把我自己当自己的孩子看，这样子。好像看到那个朱自清的背影哦，对吧？爸爸在真的那时候真的很落寞，那个照对，就好，我就看他们2个蹲在那边收，我就一时情绪上来，真的忍不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节目片段。这个片段请看一下。其实我觉得豆腐大家都大同小异，只是我特别推荐我们的泡菜，因为我们的泡菜是真的用道地台湾制造的种出来的菜，不用进口的。它的豆腐质量很好，唯一呢，它没有配香料。有配香料？有配香料。那个现场不能补上去的吗？在下面，都一定会在盆子豆腐的下面呐。豆腐的下面。有好像藏起来了，还配这个音呢，他找不到，没有，他看起来有点跟我们陈豆腐的盘子不一样，有一点深度啊，浅的，有点深度啊，用饵料没办法吸到，从比较薄一点，它算汤盘呢，它那算汤盘啊，它下面有的是可以啊，盘子要有一个凹缝，还要有一个深度的，没事啊，没事。哎呀，很可惜耶。好认真投入，而且很有感同身受的一种同理心。而且这次很多网友看到你在节目上的表现，不是落泪这一段，就是你在节目上很有效果，大家都就是敲碗他原地出道，对，有吧？有，他出道，对呀，不要了，我觉得你做这个就好。观众缘啊你再做个14年，可以啊，你看30加14，才45岁哎，多棒啊！年轻有为，青春正盛。那时候我们都在选市长。我想问，平常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节目，平常各夜市的主委是会有一个开会吗？或是大家彼此是会有联络或认识的吗？应该没有吧？没有，应该没有啦。哇，那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联谊。应该没有，花莲不可能会联络到台南去。台中市的话，先是有，我们有24大商圈的联谊会，每个组的都来参加。但是没有县市中间的，跨县市就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很难啦，没有这个节目，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彼此啊。夜市冠军争霸赛幕后真相大公开。虽然是冠亚军，但是我们就跟亲兄弟一样。你不是有呛他吗？不是因为靠你们的炸物，怎么能凸显他柠檬汁的欣赏？我们可以选择第几道出菜。所以你也知道，评审如果先喝到柠檬汁再吃炸物，可能就没那个效果。完了，酸不溜丢的，酸不溜丢。哎呦，好温馨。大家就像一家人。对，怎么说？其实我南机场在所有的夜市里面是最小的。的确不是很大的。最小的夜市哦，我们只有差不多80几摊而已。哦，好小。很小。所以要找出这个参赛的名单哈，真的是呕心沥血了。我都去跪求他们，因为他们有的生意太好了。他不想要参赛。对，要他参赛也会有很多的难度啦。那最难忘是去吃4次的那个露营哈，将近20几个小时，吃了5个便当。20几个小时才吃5个便当啊！我在家里吃早餐，然后去11点就发餐了啊。对，然后
到4点多又发餐了，然后到一天吃午餐，外面还有一个餐车呢，什么咖啡啦，什么奶茶啦，一大堆，然后回来的时候已经清晨3点多，哇，然后到了家快5点，继续吃第2个早餐，然后才去睡觉。哇，好辛苦哦。对啊，但是这个整个拍摄的过程，我们觉得很感动，就是说这些拍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非常非常的辛苦，用了那么大的阵仗拍摄这个美食节目，所以我可以想见的后续的整个回响会那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认真的把这些所有的美食拍摄到非常的完美。那这个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像那个东大门，我们虽然是冠亚军的 PK 赛，但是我们就跟亲兄弟一样，因为我们有互相交流啊。你不是呛他吗？哦，你说都不是因为靠你们的炸物，怎么能凸显他柠檬汁的清爽呢？你说叫评审先喝他的柠檬汁，再吃炸物看看啊？对，其实会长啊，你有说过这个话吗？有。你还说是亲兄弟，先喝了他的柠檬汁以后，你就厉害了吧，对不对？怎么会先吃你的，用它来解渴呢？对不对？不过，可是他讲完这句话之后，被人家拍到在幕后花絮，他只去跟人家要续杯了，这么可爱。对啊，因为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在比赛真的是没有那么紧张啦。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把我们所有夜市里面的美食呈现在摄影机前面，让全国的观众看到各大夜市的美食。那每一个主委，大家真的都非常用心，也非常认真。那我们也透过这一次的节目，吸取到很多的经验。我们从来没有去做过这个外面的这个快闪活动，我们从来没有，从来没有，第一次。哎呦，第一次。所以看到那个物流的车来，15吨的冷冻车，我都傻眼了，哇！结果9摊挤不进去了，再来一台3吨半的，挤完了，已经8点多了。我的游览车都已经走了，第1台车走了，第2台车走了，游览车也走了，就是所有的人员都走了，都送上车了。还有1台车没有办法上。哇！然后他们下午3点要在那边校正炉子嘛，然后摆设嘛。结果我最后1台车11点多，中午11点多才走，才出发。我说来得及吗？对，我说伊油门吹1摆，但是莫安全第一把东西安全的送到高雄。对啊，一共几点几把啦？几点几把？然后我留在家里就准备他们的很多，比如说他塑胶袋没带啊，有东西没有带，有锅具没有带的，然后还有什么？他们没有那个灯嘛，那去的时候那个没有 LED 的灯，然后去我们那个东大美也是去全高雄找快要疯掉了，找很久才找到，对不对？而且你们有漏带很多东西是？没，因为我们没有就是那个灯啊，灯条。10摊都9摊都过去，结果我们就2摊带到灯条。然后晚上从那边再拉再试，说奇怪你们灯条呢？他们说没有人说要带啊。我说这个晚上的活动，你跑外场跑那么久，你既然会忘记这种东西，很可惜，因为我们外场很常跑，所以那个电灯是必备，照明一定要有，照明一定要。快弄到了吗？开始找高雄的亲朋好友，说哪里有，赶快帮我们去找，帮我们去调。然后在不知名的一个地方的那个特力屋啦，我不知道这地点不熟嘛。他就跟我导航丢给我，我们就过去。所以这些东西最后一刻还是生出来了。对。然后那整个画面很棒，很冠亚军在那边做这些事前准备的同时，大东东那时候是在订包厢了。人家这么辛苦在陈设，在弄照明，你在订包厢干什么？我也想比啊。哦，这一家人的感觉真的很好哦。可是那个这个黄主委嘉明哥是，你的当时的总决赛食物做不出来哦。那时候因为听说摊上还其他还帮忙做啊，就是大家都在聊说，我们那天的策略要怎么去进行，然后就说，如果我们这边卖完的话，隔壁的我们帮他去做，帮他去煎牛肉同一队的啦，对，同一队牛肉卷的，就是说那我这边卖完之后，因为
他做一场习惯了，他的备料很快，出货也很快。对，他说我这边做完的话，我去帮你煎，我要煎。那我在想说，奇怪，这个山上打猎的跑去海边捕鱼的，叫他捕鱼，这个对吗？我要煎你会翻吗？我是这样子想，老师没有讲出来，我不会想说，哎，不要让他不要泼我们冷水嘛。对啊，然后就很感人呐，愿意帮忙就好啦。对啊，东西准备多一点就好，因为我们隔一天的时候，五月天在花莲演唱会，我说我们备货备多一点，反正车辆大会准备嘛，再去就再回来而已嘛。对啊，你回来的时候休息一下，隔天可以继续做了。去五月天那边买。对，所以我们那天的量是备了3倍量。哦，对，然后我的柠檬汁，我不知道人流量太多了。我卖到后面的时候，真的，我老婆也在，然后工读生他们说，老板你去哪里？我们被包围了。说怎么了？他说因为时间到不给卖。我说我在大会这边跟他们商讨一下，时间能不能拉长一点点？就算拉长了半个小时，人流量还是在那边不走啊。他整个比赛做卖多少时间？2点到8点。可以卖6个小时，6个小时，这还不够久啊。然后算那个总营业额，对，然后对很好啊。然后到8点半的时候，前面还一票人，然后我就出来，我就出来道歉了。我跟说，各位高雄的亲朋好友，不好意思，对不起，今天在这边夜市网，会场这边如果没有买到柠檬汁的，到花莲跟我们说，我请你们喝柠檬汁。然后真的后来都有人去那边跟你说，再讲一次，全部录影，像那个录影存对啊，全部再讲一次，全部拿手机拿出来录影。我说好，我再讲一次，然后之后还是不走，然后导演跟那个制作他们就出来了。我是后面看到影片，他就写这个欠杯，我说。把杯子带走，对，欠杯，然后去夜市那边换，录影存证还不行，还要先写杯子，写杯子，然后拿给游客说你这个到去东大门夜市去找。啊，真的有人来换吗？真的很感动。比完赛的第2天，因为那时候我还在外面忙，我们工读生就打电话来，老板，那个好感动。我说怎么了？一个高雄大学生拿了一个欠杯来换呢，我说真的假的？他说他骑着摩托车骑了一天，摩托车骑了一天，从高雄骑到花莲。真的，我说你换大瓶的给他，换大瓶的给他，记得拍照。主委自傲商圈人气，意外泄露摊商秘密。我们常常是全省第1名呢，全省来客数。我来的时候，很多人交代我不要讲话。那个3000块一天营业额，现在可以收到3万呢。我觉得你真的讲太多了。从高雄骑到花莲，真的，我说你换大瓶的给他，换大瓶的给他，记得拍照。高雄骑摩托车到花莲很远呢，就喝那柠檬汁，很渴哦。好，非常好，感动事还有很多。可是会不会把你的感动事情讲掉了？会不会？啊，很多。还有啦。你接着说，你最难忘，你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这个想到就台风搅局，差点赶不上。你们在比赛录影的时候，那时候有台风。我们在录7、8、9集最后一个阶段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是带了第7集的第1班火车，大概6点20几分。然后我们火车一上的时候，我就开始休息一下，伸个懒，然后风雨很大，风雨很大。我刚那一天的时候，计程车还差点赶不上火车。哎呦！然后上火车的时候我们就看，因为最危险那一段在崇德，每次下大雨那边都会土石坍方，清水断崖那边。清水那边对，然后我们一过的时候，7点手机就当就发布了，国家石流，国家警报，土石流。铁公路全断，哇！我想说完了，然后我马上跟大会那边回报，主办单位那边回报，然后那个小女人很好笑，那个船呢？船有没有开啊？我说美女，那个浪打上来5、6层楼高的浪，船会开吗？他说那飞机呢？飞机有没有知识啊？那个我说这个台风天飞机会飞吗？他说那怎么办？我说那怎么办？再想办法看看啊。然后他们就开始联络第8集的，跟第9集的，因为其实我第8集我的是备案，我本身卖柠檬汁。我第8集原本是要找像棺材板，然后第8集是比什么？劳字号。
本来找棺材板，要不然就烤玉米，可是有些木炭的明火他们不能使用。对，然后在前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知道下礼拜本来就有台风，可是进来的程度伤害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对，比想象的强。然后我的第8级备案就是压在那边压箱宝，不行的话就是拿出来用。所以拿出来用了。拼第8级，对。然后第9级的时候，我们就当时的情况就马上跟他联络说，你们现在一定要提早出发。要不然的话，第9级我们会绝对来不了了。第8级可能已经对啊，不可能过。然后那时候就去查说南回公路铁路啦，然后就看新闻的时候都还没有说停驶状态。从南回可以啊，那时候还可以。南回到高雄啊？对他们就赶快坐，就跟他们讲说赶快准备，然后坐火车到高雄。转高铁，上来绕了一圈。对，高铁一坐的时候，南回的路不通了。刚好赶过那个时间点，刚好过。哎呦，还好。然后我们7、8集整个录完的时候，他们刚好进摄影棚。哇，好感人哦！不用休息，冰箱东西赶快拖出来，换你们上场了。这种舟车劳顿对于他们比赛会不会有影响啊？这样子很累。一定会啊，因为在你整个状态很紧绷的时候，在比赛的现场的时候，一定会有所小失误啦，会小失误，一定会失误的。对啊。但这次也有网友们分析说，东大门夜市他们能够在这个得到第1名，是因为他们推出了很多都是只有东大门夜市吃得到的特色美食。是说花莲在地才吃得到一些原住民风味的东西，或是只有这个夜市才吃得到的，所以他们很有独特性。像竹筒饭，甜的我还没吃过嘞。黑糖桂圆竹筒饭，是的，因为竹筒饭我们都知道咸的，它那个就很特别啊，就是地方上他们就是特定的节庆的时候才会去做这个东西。有柠檬汁的照片，柠檬汁长什么样子啊？就长这样，布灵布灵的，超级好喝。超级好喝吗？我们用很甜，炼乳。我们是炼乳是提它的香气啦，因为其实是小的时候记忆啦，那个阿公阿嬤以前给我们吃水果的时候都带点盐巴，酸会，而且有带来会。哪一个杯子？我们要写欠杯。拿欠杯，下次来领。欠杯。你们都录下来了。今天场面这么的温馨，没有想说带1、2瓶过来这样子。没有。其实早上我本来要带过来，结果我儿子早上的时候，我太太就说：“你儿子感冒啦，被你传染啦。”第一时间先带去看医生。看医生，看完以后我就拿柠檬汁啊。来不及啦，怕时间会拖到啊。没关系，我们欠杯了。对，那柠檬汁就他们喝到的味道会回甘，然后什么乳酸的味道，然后还如果配炸物会更清爽。就是会长说的啦，在我后面你当然。因为他那时候他那个地补上去的，就是那个排在那个欧爹后面嘛。因为我们第7集的排名是拿第1，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第几道出菜。对，所以你这是策略性的。对，所以你只要知道别人在卖什么，你放到后面就好了，对不对？对，没错。所以你也知道，评审如果先喝到柠檬汁再吃炸物，可能就没那个效果。完了，他说这什么？真的要感谢南机场。对啊，酸死了。对啊，酸不溜丢的，酸不溜丢。好久没听到酸不溜丢的。我们的夜市人气变超高，本来就很高啦。是啊，我们常常是全省第1名呢。全省来客数，我们都超过1000万了。1000万，今年好像降到第2名，故意的啦。你常常第1也不好啊。哪一？你到怎么故意的？不是，也不是故意的啦。你就毒死几个人就好了。毒死。大概是哪一摊那么人气这么高啊？我们那个有一个叫做有去比赛也是第1名，夜市王一中丰仁彬。对，那很有名啊，丰仁彬。他是因为有80年以上，他也是老字号。他在我们台中一中的正对面，所以台中一中毕业以后当高官的一堆，毕业生一堆，回来吃的一堆，看了夜市网又回来了一堆，好多堆哦，人气变超高，哇，又堆了。大排长龙怎么办？聪明主委一招搞定。生意好的摊子都会挡到别人，都这些你们都要出来排解吧？无解啊，都无解。我们马路很宽，都是。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问题给排解掉了。哦。我们那里学校
一堆，有一堆都一堆，学生也一堆，哎，什么都一堆。但是因为这个节目的确人气变得更好，是更好，对不对？而且那个你们吃那个一口蚵仔煎嘛，那个3000块一天营业额现在可以收到3万呢。我今麦光出来哦，国税局不知道会不会找他了，当然会的。所以说我看都是乱讲的啦，都是乱讲的啦。所以有些摊商不想参赛，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啊。对，有些是怕真的。对啊。我家一红的话就，我来的时候很多人交代我不要讲话，不要看到陈哥就一直讲。可是我觉得你真的讲太多了。他拍那个又来了。我们的这个人气高的地方哦，我想都排队都会排的很多。其实有很多夜市都是这样的，他人多到我们做生意，你摊在这边，我摊在这边，实际上隔不到1公尺。隔你这排就排到那边去了。哎，对，就挡人家做生意，对不对？生意好的摊子都会挡到别人。都这些你们都要出来排解吧。他们一定会 complain 嘛，一定会不舒服嘛，对不对？怎么解决？所有的夜市都一样，无解啊，都无解，每个人都摇头。但还是要出来讲几句话吧。当然啊，就是炮灰啊，去当炮灰啊。哦，被骂几下。啊，对啊，去骂一骂啊，他就舒服了。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啦，哦，但是因为我们是道路型的，我们马路很宽，都是直接排到路中间，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问题给排解掉了。哦，对，后来乐华戏院前面拓宽了，我们全部拓宽了。你好久没去了，哦，真的，我很久没去了。对，我的确很久。是，我看到你就好亲切。他们是诈骗集团，谁？他们是谁？谁？当初制作单位在3月份的时候打个电话，打我办公室的市话。他说他是未来电视台想来采访制作节目。但是我因为以前常常上节目了，所以说我已经不受访了，差不多超过3年。后来呢，又经过3个月，奇怪，突然我手机响，这个电话是谁的？我把它接起来，他说是制作单位。我说你怎么有我的电话呢？制作单位怎么有私人电话？哎，这个资的问题，怎么可能泄露出去呢？不可能啊！他跟我讲，市府给的。市府怎么可能给你电话？那市府应该是先打电话给我啊，然后问说这个电话可不可以给人？对，应该是这样。是这样子，所以我打到市场处去问，没人知道。哦，诈骗集团。我打到经发局，打到问局长，没有啊，不知道啊，都没有这个问题啊。诈骗集团。哎，奇怪，我是诈骗集团，我就不跟他接触了。我说不好意思。结果副局长打电话给我，副总有啦，在去年3月多的时候，制作单位有来我们这边开一个会，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啊，哪知道这个是成型。后来再来一个，我就答应这个制作单位过来7、8个到我办公室来，我也认为他是诈骗集团。都来一群人了，你还觉得？对，叫集团呢？哦，可没有诈骗集团。3个人以上就是诈骗集团了。为什么你知道吧？他拿了一本menu拿出来，里面12个夜市，他跟我讲以人口数来计算，我新北市多少人？200多万，台北市多少人？500-600万。有那么多吗？台北市也是200多万。他们出4个夜市，我们新北市只有我乐华夜市一个。哦，不公平。会不会抗议啊？会不会产生抗议啊？所以说，我认为他们都是诈骗集团，你们都不要骗我，我不参加了。哎呦，很谨慎。那后来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这个开会当中啊，市长任命。我说市长任命吗？真的吗？隔天他们制作单位来过来跟我谈，有了，好，开始就一流程就开始下去了。后来我就没完没了了，被绑上架了。再来一个哭啦，被骂的啦，都来了，哎，都是我。所以你会不会到现在这个当下，还是觉得这是一个诈骗的故事？现在变成不是个诈骗，现在变成了一个开心、欢乐，而且还认识这些主委，还有一些网红。
姓王了，没事哭什么嘛？有什么好哭的？就是带动。没了一个诈骗集团，一个让人会生气的事情，到后来是一个温馨的励志的事情。还好他们没有放弃打给他，然后凝聚了，哎，对啊，有时候就是碰了一鼻子灰啊，被打就打退堂鼓了。对啊，然后他呢，哎，乐华夜市制作单位的坚持，未来很棒。新北市，你看他多好的一个人，他又不想说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口数，你只找我乐华夜市，让我独占鳌头，那别人夜市怎么办？对，他还想到他还替别人设想。对。我就是反指标哦，什么意思啊？因为其实讲真的，一开始这个要参加夜市王这个节目的时候，然后我就处心积虑的找一个很强的摊商，我要去访问各家摊商说，哦，我们夜市的鸡排哪一摊最好吃，然后什么我们的董事们啊，我们的那个游客啊，然后我们的摊商啊，全部都访过一遍，然后他们就推派了这一间出来，然后我就心思满满，对，没错，觉得特懂问呢。对，结果我就去了，结果去比完哦，我们就没有最后1名，但是就倒数了第3名。对，然后我就心里想说，这些评审的口味怎么这么特别啊？对，怎么会倒数第3名呢？而且我们还是全台湾算是南部还算排得上的夜市吧？那怎么我派的这个摊商会这样呢？倒数第3名之后，我就因为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笑脸档就2个轮流上这样，然后我就被遣送出国了。对，我就直接被遣送。他说下一集，对，因为刚好，反正刚好我也是，然后现在就出国了。他是怕你在台湾有生命的危险。对，没错，我可能怕那个幻夜市已经贴我的那个悬赏上面有我的图像这样，对，我就直接遣送出国。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哎，怎么会晋级啊？你不在，他们就表现超好。对，我那个想说晋级了，没问题啊，应该没事，我就回来，我就那个第4集马上去参加录影，然后一路，好像也是从后面算过来的，不知道第几名，我也忘了。我知了，你就是随便抖零啦。对。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运气会这么的不好？我不信啊！然后下一集结果我就下一集笑脸档那个下一集稳的。那个放心，反正我们应该也不会晋级了，无所谓啊，我都没差了。结果第5集牛排，他上去第1名。夜市王冠军奖落谁家？原来就靠他一句话。听说你这个反指标蛮厉害的，总决赛的时候你喜欢哪个夜市？这种夜市口味很合我的胃口，我就不好意思啊。我都没差了，结果第5集牛排，他上去第1名。你到底看什么事情是准确的？你的判断的能力在哪里？然后这延伸到什么？我觉得更可怕的哦。刚才他们争什么第1名、第2名、第3名的不用争。那时候我在总决赛的时候，那个哈哈台的杰尼访问我说：“哎，小编听说你这个反指标蛮厉害的，那你可以偷偷透露一下说。”你本身比较喜欢总决赛的时候，你喜欢哪个夜市吗？好可怕，压力好大。我现在想说，不可能啊，这不可能。我刚说，可是我是反指标，万一讲出来，这个真的一语成谶哦。我觉得这也对不起那个呢，对啊，我对不起这2位大佬们，那个对啊，那个哪个夜市这样怎么办？然后后来他说，没关系啊，你讲不可能啊，不会那么准啊。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跟那个南机场夜市的，但是你们听懂了没有？对，他看好南机场，你看他看好的都有遭殃的，你知道吗？但是我还要讲原因哦。他说为什么你会支持南？我觉得我们南机场夜市口味很合我的胃口，我觉得很 OK 啊，怎么可能会输？这是高雄高雄人怎么会喜欢那个，对不对？我说就 OK 啦，结果，对啊，不好意思啊。梁同学，摊商超相挺。对，其实那个我可以顺便回答一下我们很多广大网友，就是说，为什么叉叉夜市不派这一摊？明明这一摊就比较强。为什么要派这个第2名、第3名？我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是摊商不一定想要参加，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他不一定有空；第3个是他可能没有人力，或者是他不想红，
或者是他不想上电视。其实我们管委会其实都会尽量挑，有这些问题。对，就是生意最好的，我们当然是看生意最好的嘛，因为就是好吃他才会排队嘛。对。那我们当初节目组来找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本身我的工作啊是在夜市收钱的，就是收租金啊。所以我大概3个月，我只会出现2个礼拜，其他事情我就是电话联络就好了。就是有请员工嘛，我们有其他管委会有主任嘛，还有扫地的工读生嘛。就是我其实才3个月只会去2个礼拜。那其实大家摊商对我其实是不熟的，甚至有摊商是讨厌我的，因为看到我就是啊，借2个来收钱啊啦。因为是我们是台南嘛，大家比较南部比较有那个气靠嘛，就想说看到就讨厌，看再经过看到你啊，就是爱收钱啊，大概拢安尼看到你来收钱，看到你无好代志。有的很多摊商大家都会这样讲啊，我也分不清楚哪些是开玩笑，哪些不是开玩笑。不过你长得很讨喜。对，我就是笑笑的这样子，嘿啊，我得来收钱，我得爱钱安尼。好，那所以我一开始制作单位来找说摊商要请我嘛，因为请我去找那个摊商上去比赛嘛。我想说会不会很难，因为大家很讨厌我，因为大家就是看到我就是收钱，然后我就是开发票给他们嘛。那后来发现其实不会，我就是第一摊就问我们那个臭豆腐，好啊去啊，看我要进呢，不要进啊，我们2个老的陪你去闯。后来又问了臭豆腐，问了鸡排，难怪他这边收东西你会哭了。真的就是因为他们太挺了，太挺了就。其实我就是有跟一些主委聊过，其实有一些是征召选手是有困难的。对。但我们大汪东反而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就问了10摊，他马上跟我说 yes， 就是我也有疑虑，就是我们在花园也有摆，对，那就是要跟他讨论一下我们谁要上，谁代表谁这样子。然后反倒是比完之后，像我们台湾最有名的老字号叫2师兄卤味，这是台湾人一定都会知道。他说主委你怎么没找我？我说不是没有找你，是我们被淘汰，第3集就收工了。对啊，所以就是就是下次就有机会，如果还有机会的，还有其他第2季的话，对，就会再找他这样子。用的这种参加活动的一种荣誉感，一种把它当成是一个嘉年华会一样的，一个很棒的全国性的园游会，然后有电视特别制作转播，中间的风起云涌啊，到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非常甜美的画面。台湾夜市的魅力不仅是琳琅满目的小吃，更蕴含着深厚的人情味跟地方文化哦。没错，美食这个东西，光听别人说是不够的，只有亲临现场细细品尝，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各种滋味。所以等什么？赶快出发，让我们一起去谁呀七呀，好不好？再次谢谢你们，谢谢，欠杯啊！女王大人，下次再见 ，See you， 拜拜，谢谢。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